孩子满月宴的时候，结婚3年的丈夫当着我的面把孩子抱给了他的白月光，甚至让孩子喊他妈妈。我冲上前想要阻止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悠悠怀不了孕，只是想体验一把当妈妈的感觉而已。再说了，孩子还小，喊1、2声怎么了？白月光秦幽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怀里抱着我的孩子卖惨。对不起啊，乔欢，我这辈子也就只有这一个遗憾而已。盛少因为这个费了不少力气，我也不想辜负他的心意。你放心，等孩子带点了，我会把它还给你，然后离开的。我爬起身，平静回道：好，我成全你们。3年的婚姻是时候结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我说出那句话后，周围人的眼神从震惊开始变得不屑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爱惨了盛少。从高中到大学，再从毕业到工作，我追了盛少多少年，就舔了他多少年。我在盛少面前早就没了所谓的尊严了。盛少也愣住，还没反应过来我说的话，嘴里要说出的指责也戛然而止。什么？他大概从未想到我会这么轻松地同意吧？毕竟之前每提到秦幽，我们总会大吵一架。无论是他把我丢在雨里却开车去陪秦幽，还是他在我怀孕的时候几乎很少回家，但秦幽的朋友圈却在每天更新他们的日常。可现在我却没了争辩的心思。在他抱着思思给秦幽时，在他让思思喊秦幽妈妈时，我彻底清醒过来了。我想，我费尽心思才得来的婚姻，大概今天就要结束了。我平静地望着盛少，那就祝盛总一家阖家欢乐。但是思思，我一定要带走。似是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，思思的小手在空中挥舞了几下，在没有闻到熟悉的气味时，哭出了声。我只觉得心如刀绞。生下思思的这1个月，她一直都很听话，很少哭闹，就连喂奶也不会折腾人。我总觉得她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，可现在看来，思思从在我肚子里怀上的那一刻，就成了盛少计划里的一部分。盛少从未关心过思思，只因在他眼里，思思只是一个博秦幽开心的工具。我忍住想要哭出来的冲动，咬牙看着盛少。思思饿了，她现在必须跟我走。思思胡乱扑腾着，显然很不想让秦幽抱着。秦幽微微皱起眉，看向思思的眼神里带着一丝丝厌恶。他伸手试图安抚着思思，但尝试多次无果后，红了眼眶。看来思思很不喜欢我呢。他随意地把思思放到身后的保镖手里，随后便靠到盛少的怀里。见状，我连忙上前抱住思思，轻声哄着。盛少却是拍了拍秦幽的手，温柔劝慰：没关系，现在孩子还小，不认人，等过段时间，我让思思跟你多接触接触，一定让她听你的话，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只觉得无比恶心。我紧紧地抱着思思，无视掉秦幽挑衅的眼神，对上盛少的视线。盛少，我们离婚。思思，我一定要带走。秦幽看向我的眼神转为惊讶，盛少也不可思议地望着我，但随即他又皱起眉，语气间有着不耐烦。乔欢，离婚可不是你拿来耍小脾气的武器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转身，径直朝着大门走去。盛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乔欢，你别太过分。秦幽安抚他的声音也同时响起：没事的，阿少。思思也饿了。乔欢姐也是急了，应该不是故意说那些话气你的。走出酒店，我却再也忍不住红了眼，内心对于思思的愧疚感几乎席卷了我全身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失败至极，
因为自己那舔狗般的爱情，盛少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他有恃无恐，认定了我离不开他。现在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要差点拱手让人。思思的小脸哭得通红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轻柔地捏了捏她的手，没事的，妈妈在，只要妈妈在就好。思思已经不需要盛少这样的人当爸爸了。直到凌晨，盛少才回了家。他推开卧室门，一股酒气立马钻入我的鼻腔。我皱了皱眉，胃里涌上来一股不适。盛少脸颊微红，见我坐在床上，直接把外套一丢，就躺在我身边。我下意识地起身，想要离开，却被他拉住。盛少看着我，迷蒙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讨好。生气了？你放心，我跟他没什么，只是悠悠先前出了意外，怀不了孕，孩子就成了他唯一的痛处。我也只是想让他开心点，况且多个人照顾我们思思不好吗？盛少说着，身体靠得我更近了些。今天我说那些话是重了些，但你也太小心眼了。我不过就是想帮帮他，你把这件事看得未免也太严重了。还有，以后还是不要拿离婚耍小性子了，让那些外人看见了怎么想？盛少的这些话说出来，却莫名让我觉得可笑。他让思思喊秦优妈妈，甚至当众承认思思会是秦优的孩子时，他怎么没想过我？没想过周围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？我躲开盛少的接触，冷淡地看了他一眼。我今晚去客房，刚想打开卧室门，手腕就被一股大力钳住。盛少看着我，眼底满是不耐。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乔欢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悠悠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，只是让思思喊她一声妈妈而已，能怎样？我冷冷地看着盛少，看着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，现在却只觉得面目可憎。我甩开他，打开卧室门。你对秦优到底什么心思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你把思思牵扯进去。我今天已经说过了，离婚。说罢，我出了卧室，朝着客房走去，身后传来杂乱的打杂声。客房旁就是思思的婴儿房。我推开门，看着思思安稳地睡着，内心才安定下来。我俯身亲了亲思思的额头，跟她道了声晚安，才去了客房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盛少便没了人影。我毫不意外，盛少自从我怀孕后，在家里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至于他去哪了，自然不必多说。我起身去了思思的婴儿房，推开门，床上却没了思思的身影。我彻底慌了神，几乎把房间翻了个遍，可依旧没有思思的踪迹。巨大的恐惧感把我笼罩，我颤抖着手拿出电话想要报警，可下一秒我却看到了那条热搜：井号盛世集团总裁携夫人女儿参加典礼。井号，我点进去，视频里秦优挽着盛少，而他们的怀里抱着的正是我的思思。思思的鼻子红红的，看上去好似刚哭过。我只感觉内心一阵刺痛。盛少是不会接我电话的，我非常清楚，因此我直接拿起外套出了门，开车疾驰向典礼现场。典礼刚结束，秦优正挽着盛少的手臂款款走向停在场外的豪车，而怀里的思思却依旧睡得安稳。我下了车，快步走上前。秦优看见我，装作惊讶道：“乔欢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懒得理他，只是看向一旁的盛少。思思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可以让她来这种地方？吓到她了怎么办？盛少看上去却是不以为意，哪能就这么娇气？悠悠想思思了，刚好今天又有典礼，我就带着她来了。你看，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秦优也笑着回应：“是啊，乔欢姐，
你未免担心的有点太多了吧？我没回答，直接上前抢过思思。即便如此大的动作，可思思依旧没有要醒的意思。我心下一紧，连忙摸了摸思思的脸，烫得厉害。我急忙晃了晃思思，思思，思思，可思思依旧没有意识。我看向愣住的盛少，怒吼道：“盛少，她是你的女儿。思思发烧这么久，额头这么烫，你难道都看不出来？”盛少似是也有些不知所措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没注意，我没工夫再跟他们扯皮，直接开车赶往最近的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给思思打上点滴，我才放了心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晚一点送过来，思思或许就有危险了。我看着熟睡中的思思，内心的愧疚再次涌了上来。我擦了擦眼角因为着急流出的泪水，拨通了父母的电话。妈妈很快就接通了电话，我哑着声音开口：“妈，我要跟盛少离婚。”电话那头愣了愣，反应过来后立马着急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？”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说了一遍。我爸在一旁愤怒道：“盛少狼心狗肺，思思还这么小，这可是他的女儿。”我妈也在一旁替我打抱不平：“你就带着思思回来住，一切是妈会替你安排。”妈妈在生意场上关系人脉颇多，认识了不少有名的律师，找到一个帮我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并不难。我嗯了一声，再次摸了摸思思的额头，已经退烧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挂断了电话后，守着思思过了一天。在医院打了1天1夜的点滴后，思思才清醒过来。妈妈来了医院帮我照顾思思，我则回家开始收拾起行李。行李并不多，我只拿了些必需品。刚出门，盛少的车就停在了我面前。秦优跟着盛少一起下了车，见到我手里的行李时，略带惊讶道：“乔欢姐，你要去哪？”盛少顺着他的话看向我手中的行李，他眯起眼，脸色立马沉了下来。“乔欢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冷淡地看着他。“都要离婚了，我还有待在这里的必要吗？”盛少再次拽住我，冷声道：“谁准你走了？”秦优也在一旁帮腔：“阿少，乔欢姐应该就只是在气头上而已，你好好哄哄她，或许就没事了。毕竟昨天思思的事确实是我的不对。”秦优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。果然，下一秒盛少便松了手，只是发了个烧而已，还能出什么事？乔欢，你能不能不要小题大做了？每天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，有意义吗？盛少的冷嘲热讽不断在我耳边回放，让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火气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盛少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秦优连忙上前查看他的伤势：“没事吧，阿少？”我冷笑，调出秦优的朋友圈。我小肚鸡肠，自私至极。盛少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？思思出生的时候，你真的关心过她吗？思思生病的时候，你在陪谁？这些还需要我一个个提醒你吗？秦优红了眼眶：“乔欢姐，我知道你是在怪我，我快要出国了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乔欢姐，你就跟阿少和好吧。”看着秦优这副模样，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我冷笑，反手又给了秦优一巴掌。这下轮到盛少紧张了，他立马护住尖叫的秦优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嘲讽道：“滚，脏了我的眼！离婚协议明天就会到你手上，记得签字。”我拖着行李箱上车的时候，盛少暴怒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乔欢，你别后悔。”思思被妈妈接回了家，我直接开车去了父母家里。看到安稳熟睡的思思，我才彻底放松下来。妈妈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放心，妈找的那个律师很有名，我们一定争取到思思的抚养权。苦了你了。”
欢欢，我点头。多日以来的委屈和情绪彻底爆发，我扑进妈妈的怀里哭了出来。离婚协议送到盛少手上3天，他依旧没有签字。我直接让律师通知盛少进行离婚诉讼，盛少才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乔欢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拿离婚协议闹脾气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找律师打官司。上次的事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真的没注意到思思状态不对。好了，别再闹了，我向你道歉，你也体谅一下我。悠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，刚回国就被确诊再也生不了孩子，她也很可怜。她顿了顿，随即叹了口气。明天有个宴会，你来陪我参加吧。她说得很无奈，像是一种施舍。毕竟在以前，盛少很少会带我去这种场合，只因他觉得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，最该做的就是在家处理好一切家务，而不是出去抛头露面。可现在，我却早就不稀罕这样的机会了。我淡淡地问道：“秦悠也在？”悠悠的工作室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。好，那我去。第2天晚上，我开车去了宴会。我站在盛少的身边，进了宴会厅。有人上前跟盛少谈论合作，但更多的却是一道道投向我的视线和不住的窃窃私语。毕竟在很多人眼里，上次的新闻里的女主角秦悠才该是盛少的夫人。盛少基本从不带我出席活动，圈内认识我的人也是少之又少，就连思思的满月宴，宴请的也都是我们2家的亲戚和关系最好的朋友。有人看向我，礼貌地冲盛少笑了笑说：“这位是……”我却直接打断盛少想要开口的动作，先一步回道：“您好，我是盛少的夫人。”那人震惊过后，看向盛少的眼神也变得复杂。在外2个夫人，盛少的私生活有多乱可想而知。盛少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他低声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却无所谓地笑了笑：“怎么，实话实说而已。”很快，宴会开始。作为主办方的秦悠款款走出，灯光下，秦悠穿着高定的晚礼服，显得华贵而优雅。我眯了眯眼，在秦悠刚要开口致辞的时候，高声道：“秦小姐，开始之前，我觉得你有些事情要向我解释。”说着，我调出为了离婚收集的所有证据。来之前，我就把这些打印成了照片。此刻，我随手一挥，无数张照片洋洋洒洒地掉落。人总是好奇的，看着周围人纷纷蹲下捡照片的样子，我勾了勾嘴角：“秦小姐，我想问问您，做小三对您来说是什么很光荣的事吗？”各位，我跟盛少结婚3年，可自从秦悠回国后，盛少便很少回家。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用我多说，我走上台，抬手给了秦悠一巴掌。秦悠的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，他摇着头，红着眼眶：“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”但没有人会关心。我嗤笑一声，直接对着话筒当众宣布：“相信各位应该也明白了，我跟盛少才是合法夫妻，但是现在开始不会是了，我要跟盛少离婚。”盛少疯了一般的冲上来，把我拉下去。秦悠则在工作室其他人的掩护下，立马躲到了后台。宴会场一片混乱，盛少把我扯到车前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离婚，今天的事只是一个警告。盛少，我劝你还是好好配合，赶紧把婚离了，不然我也不能保证我后面干出什么事。我推开他，打开车门坐了进去。想到什么，我摇下车窗，看着还处于震惊状态的盛少。思思的抚养权我是一定要争取到的，毕竟一个出轨的父亲，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管小三叫妈妈。我相信法院会给出正确的判决的。
看着盛少呆愣的样子，我嗤笑一声，开车扬长而去。刚回到家，今晚的事就上了热搜，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几乎就没停过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。我直接关机，躺在床上陪着思思玩了好一会儿。今天的一切让我无限的疲惫，我躺在床上有些昏昏欲睡。思思很乖，见我累极了便安静了下来，我抱着她就这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，盛少一脸阴沉地出现在我家门前，一同出现的还有很显然哭了很久的秦佑。他死死地抓着盛少的衣袖，在看见我出来时，脸上立马浮现出愤恨的表情。我暴毙，好以整暇地看着两人。看来盛总是想清楚了。盛少沉着脸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乔欢，现在这样，你满意了？就因为我让思思叫悠悠妈妈，你就要跟我闹到现在这种地步？你未免也太不可理喻了。”我冷笑，突然间觉得面前的盛少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人。秦悠也哽咽着开口：“乔欢姐，我想你真的误会我跟阿少的关系了。我们真的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你能不能现在就去跟媒体澄清？现在各个大公司几乎都停止了跟我们工作室的合作。”他说着，一步步朝我靠近，最后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就算是我求你了，乔欢姐，我知道阿少对我平日里是关心了点，但是他也只是想帮我实现一个有孩子的愿望而已。你别怪他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乔欢姐。看在我现在落魄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去跟媒体澄清一下？他说着，头却越来越低。我垂眸，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。这样的戏码看多了，也就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了。我嫌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秦悠的脸色更加惨白了一分。盛少见状，连忙上前把他扶起来，随即愤怒地看着我：“悠悠什么都没做错，是你自己太小肚鸡肠，每天想太多。乔欢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去跟媒体澄清，说不定我还能再接受你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直接笑出了声。盛少，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那我就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让我澄清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然后跟我去民政去办离婚。小区里不时有一些路人经过，看见面前这场景，也下意识地多看两眼。很快，一声又一声的窃窃私语传入耳中。这俩人看着怎么这么熟悉呀？哎，这不是这两天网上很火的那个小三吗？真是不要脸！这男的也是恶心人，还让自己的孩子喊小三妈妈。盛少的脸色变得铁青，秦悠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去。秦悠立马站起来，想要躲进车里，我却拉住他，把另一份离婚协议扔到了盛少的怀里。签字，除非你想再上一次热搜。盛少恨恨地看着我，但还是顺从地接过签下字。我满意地看着那份协议，盛少却再次开口：“乔欢，你别后悔。”我挑眉：“不会的，盛总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毕竟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话音刚落，盛少的脸色却惨白了几分，但他依旧没吭声，只是拉着秦悠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当天晚上，盛少再次给我打了电话，只是这次他却不再是高高在上甚至不屑的语气。盛少的语气难得的柔和：“乔欢，我知道你今天都是说的气话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了，我道歉，你也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悠悠的事我明白你生气，但是可不可以不离婚？”我正陪着思思玩着玩具，在听到他这句话时，差点没笑出声。盛少，你的意思是你后悔了？对面沉默了片刻，但还是承认了。是，欢欢，
我后悔了。这些天你不在家，我每天过得都不好。家里的阿姨不知道我最喜欢的领带在哪，只有你知道。我最讨厌吃芒果跟海鲜，可不管是秦优还是别人都没有关注过这件事，但你却记得很清楚。乔欢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生活早就全是你的影子了，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啊，曾经的盛少根本不会在意这些小事，而我却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小事，试图感动他。每天亲手替他整理衣服，替他收拾好一切，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他爱吃的饭。知道他讨厌芒果跟海鲜，即便我喜欢吃芒果，家里也从未出现过芒果。可这些曾经的盛少只会嗤之以鼻，但现在就要离婚了，盛少却注意到了。有什么用呢？现在的后悔挽回不了任何东西，更加挽回不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我曾经给过盛少那么多机会，曾经给过盛少那么多爱，他不要。现在我不要他了，他却慌了。盛少，现在后悔晚了，你爱我也好，不爱我也好，我已经无所谓你对我什么感情了，因为你在我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么离婚我可以澄清，要么任由这件事发酵下去，甚至我可以再给秦优的精彩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没等盛少开口，我便立即挂断了电话。盛少会答应的，只因这件事影响的从来不只是秦优一个，盛少的公司和他本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。他可以不关心秦优如何，但他还需要继承他的公司，他会答应的。果然，当天凌晨，盛少的信息发了过来，好，我们民政局见。再次见到盛少，是准备去民政局的那天。盛少看上去憔悴了不少，见我从家里出来，他立马上前，乔欢，你真的要离婚？我懒得多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盛少却难得沉默了，他上前打开车门，神情低迷了不少。我载你吧。我顿了顿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过去。说罢，我径直朝着车库走去，根本没有看到盛少逐渐阴沉的眼神。开车到了民政局门口的时候，我却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她有些断断续续地开口，语气是无比的焦急。怎么办？欢欢，我刚刚带思思出来散步，结果思思被一群人抢走了。我想追上去，可他们有车，跑得太快了，我实在是追不上，怎么办？我呆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。盛少的车刚停在民政局门口，见我呆站在门口，冷声提醒：进去吧。我尝试安抚自己不安的心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今天不行，离婚我会改天再找你的。说罢，我就朝着车奔去。可下一秒，盛少却拉住了我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愣了愣，想到盛少也是思思的爸爸，或许他还是对思思有些感情的，或许凭着他的那些人脉可以帮忙找到思思的。思思被人绑走了，我的情绪几近崩溃。可预想中的震惊我却没在盛少脸上看到。盛少的眼神闪了闪，你想怎么办？报警，立刻报警。盛少皱起眉，就算报警，警察找到怕是也要一段时间吧。盛少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是啊，警察查到思思的下落，怕是要一段时间。如果思思就是因为这点时间出事了怎么办？冷静下来的头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我死死地看着盛少，你是不是知道思思在哪？盛少没出声，但沉默早就说明了一切。我拽住盛少的衣领，怒视着他：思思是你的女儿，告诉我她在哪？盛少顿了顿，我带你去。我坐上盛少的车，看着他把车开向越来越偏远的地方。终于，
他在一座荒凉的仓库前停下，他下车替我打开车门，思思就在里面。盛少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开口。下了车，我直接奔进仓库。昏暗的仓库里，思思安静地躺在秦幽的怀里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幽。秦幽，秦幽看向我，冷笑一声：“乔欢，你来的倒挺快的嘛。”我紧张地看着他怀里的思思，思思安静得不像话，显然是被秦幽喂了什么药。你到底想怎样？秦幽恨恨地看着我，他把思思往身后的男人怀里一扔，上前死死地扯住我的头发。我想做什么？我想让你下地狱，乔欢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怎么会落魄成现在这样？他说着，眼神越发疯狂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在国外的那些事全部被扒出来了。我的工作是因为你彻底解散了。我疼得皱起眉，但依旧强忍着不发出任何声音。秦幽在找过我后，又上过一次热搜，但很快热搜却是再一次爆了。秦幽前些年在国外的事被完完整整地扒了出来。秦幽的病是假，但从此生不了孩子是真，只是却是因为秦幽在国外乱搞，一次性跟多个异性发生过关系。由于措施没有做好，秦幽曾经怀过很多次孕，但都被他打掉了，因此秦幽再也怀不了孩子。他回国后，第一时间找上了盛少，他把自己描绘成被渣男抛弃，命运不公平，又让他生了病的苦命人。盛少帮他开了工作室，甚至帮他拉了许多资源。自此，秦幽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。我咬牙，忍住快要呼出的呻吟。秦幽，那是你自作自受，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就不要怪别人把你的丑事全抖落出来。秦幽直接把我摔在地上，冷笑一声：“贱人，看来你还是不明白现在的处境。别忘了，你的孩子还在我手上。”他说着，示意身后的男人举起思思。我下意识地惊呼出声：“不要！”秦幽笑出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乔欢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跟我一起合谋这场绑架的，可是你的丈夫盛少啊！”话音刚落，盛少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面色复杂地看了眼倒在地上的我，想要伸手扶我起来，可却被我直接打开。我死死地瞪着他：“盛少，思思可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”盛少垂眸看了我一眼：“乔欢，我也只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恢复到以前而已，只要你去澄清一切，说悠悠国外的那些事都是你找人捏造编出来的，说那天晚会的事都是误会，我以后还是会照顾思思的，以后思思还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一起照顾她，好吗？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会送悠悠离开，我们一家人还像从前一样，好吗？”他说着，语气却是难得的低落：“乔欢，像以前一样，不好吗？”自从那天签了字，我回去也想了很多，或许以前真的是我做的太过分了。总之，乔欢，只要你肯，我以后会对你跟思思越来越好。我爬起身，一步步靠近盛少，随即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做梦！秦幽冷笑一声：“乔欢，现在没有你说不得余地，如果你不肯，你的女儿自然也别想活了。”巨大的怒火让我浑身颤抖。我看着盛少：“盛少，你真的不配当思思的父亲，拿着自己亲生女儿的命去换别人的名声，你怎么舍得？”盛少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：“乔欢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我无时无刻不夹在你跟悠悠之间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过上像以前一样平静的日子的。”秦幽不知何时掏出了匕首，抵在熟睡的思思脸上：“乔欢，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，要么答应我，要么你女儿死在这。”秦幽脸上挂着势在必得的笑容。
我眯了眯眼，也笑出了声。是吗？你就这么肯定？秦幽听见我的笑声，有些恼羞成怒。乔欢，你有什么可笑的？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秦幽，我可不是傻子。来这之前，我早就看出了盛少不对劲，也想到会是你，所以我一早就报了警，通知了我父母。想来他们应该也快到了吧？秦幽的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，手里的匕首也有些拿不稳。我瞅准时机，整个人冲上去把秦幽撞开。抱着思思的男人被我一脚踢中要害，立马松了手。我快速接住思思，暗自松了口气。与此同时，仓库门被撞开，一群警察闯了进来。不许动，把刀放下。我闭了闭眼，长期的神经紧张在此刻彻底放松下来，让我顿感疲惫。可下一秒，盛少紧张的叫喊声和爸妈惊恐的声音同时响起。欢欢！我猛地转头，秦幽疯了一般的朝我冲过来，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匕首。我死死地护住怀里的思思，下意识地想要躲开，可手臂还是被狠狠地划开一道血痕。秦幽仍旧不死心，举起刀还要朝我袭来。下一刻，手枪发射的声音响起，秦幽应声倒地，地上很快蔓延开一片血泊。我抱着思思，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我几乎哭出声。爸妈连忙过来抱住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哭了出来。怀里的思思依旧安稳地睡着，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秦幽被当场击毙，盛少以帮凶的罪名被逮捕。爸妈找了最好的律师处理这件事，立誓让盛少得到应有的代价。思思被送到医院检查，只是被喂食了少量的安眠药，经过抢救已经没有大碍。我和盛少彻底离了婚，盛少净身出户，他的公司也因为他的入狱而破产。自此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盛氏集团彻底落幕。盛少被判有期徒刑5年。入狱前，他曾提出想要见我和思思一面，我拒绝了。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再见思思，也不配当思思的爸爸。我拿着分到的财产，带着爸妈和思思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定居到了一个舒适的小城市。曾经我的大学专业就是设计，因此现在彻底安定下来后，我开始着手准备我的设计工作室。很快，工作室确定下来。借着盛少和秦幽的事，不少人关注到了我的工作室，加之工作室的设计独特鲜明，很快品牌变得小有名气。思思也在我跟爸妈的照料下逐渐长大，她依旧乖巧懂事，很少让我操心。看着这样的思思，我却只觉得心疼。我放手了一些工作，开始多抽出时间陪着思思。我陪她看了很多从未看过的风景。思思5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给她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宴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许下了一个愿望：我想跟妈妈永远在一起。我感动地把她拥入怀中。好，妈妈会永远陪着思思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